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想回应一位年轻观众的留言。他说，金融在大众的眼中一直是一个看血统出身、看背景的高贵领域。那有没有可能像计算机那样，普通人靠努力也能立足呢？量化交易算不算这种？当我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啊，非常受触动，因为他的问题不只是对金融行业的职业好奇，更是一种年轻人试图破除出身决定命运观念的挣扎和探索。这种留言带着一种诚恳质朴却又深刻的灵魂拷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观的碰撞。我想认真地告诉这位同学，金融行业确实看背景，但不是全部。首先呢，金融它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座城市，它里面有很多条街道。我来带你快速地走一遍。大致来说，我们把金融分为银行、保险、投行、资管。银行当中主要的商业银行的代表呢是比如说工行、建行，他们做的是存贷款业务、零售业务、公司业务，高管看资源，基层靠苦干。保险公司代表呢，像国寿、平安，那精算、销售、产品设计是他们的主要业务。精算就得靠能力了，销售可能靠关系。投资银行业务的代表呢，在国内就是中金和中信，他们做的主要业务是并购、上市、企业发债。拉项目要拼背景，但是如果做模型的话呢，主要是拼脑力。资产管理业务呢，有公募和私募之分，做投资的、做研究的、做风控的，是不是要拼关系呢？要看你干的是哪条业务，做的什么事儿。就资产管理业务来说呢，这个领域分为两大块，一个是一级市场，比如说股权投资VCPE， 那有资源的人你就去拉项目、谈政府、搞定老板；没资源的人呢，你可以做尽调、建模型、做投后管理。这些执行岗都需要有人干活，这些岗位呢不看背景，看能力。第二大类呢，就是二级市场，比如说股票债券量化母基金这个领域呢，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年。那你像研究员、基金经理，最终拼的还是谁赚的钱多，谁能在市场上活得久。哪怕你是草根出身，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投得准，业绩好，那团队就会依赖你。特别是你提到的量化投资，那模型的搭建、策略的优化、数据的清洗，真的是一分背景都帮不上忙。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公子哥、天龙人去调优多因子模型，也没有见过哪个关系户愿意凌晨3点 debug 策略回测的。但其实很多人对金融行业的印象是投行业务，但你知道吗？投行也分拿项目的人和干活的人两类。拿项目的人的项目来源呢，可能是靠他们的父辈的关系，或者是董事长的什么校友某某局长的关系红酒局上认识的人等等都有可能。但是做执行落地的人呢，是要写科研报告的，做模型的，写 PPT 的，这些人呢还是普通人出身的孩子多。在金融行业，我见过很多没有背景但非常拼命的年轻人，他们从分析师一路升到金融公司的高管，除了聪明和勤奋，还有一个品质，靠谱。那普通人怎么选呢？我建议你有3条入行的路径。第一，就是找能力导向型的岗位，比如说研究岗、风控岗、产品经理岗、量化岗、数据分析岗。这些岗位呢，更看你的硬核技能，而不是人脉资源。第二呢，你可以从中后台开始积累，慢慢向前台靠拢。比如说，如果你做过交易支持，在学产品设计之后呢，有可能会往投资转。第3种路径，打造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无论你在哪个岗位能说清楚、想明白，把事儿做扎实，总有人愿意拉你一把。那你问我，金融行业有没有像计算机那样不看背景、靠技术吃饭的地方？其实除了少部分靠资源的天龙人，大部分都是那些自嘲为金融民工的普通同事。大家每天在干嘛呢？熬夜写尽调报告的投行人，愿意对自己的每一分钱负责的交易员，分析自己策略得失的投资人。所以我想说金融这个行业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你愿不愿意走那条看起来慢但是扎实的路。既然你提到了量化投资，我想你可能对资产管理行业呢是非常感兴趣的。下面是结合我的职业经验和行业观察总结出的，在资产管理行业当中，哪些业务更依赖资源背景，哪些靠专业能力。我们先把资产管理行业大致分为2类市场。一级市场呢 ，PE、VC、私募股权投资这些呢是以资源型为主的，因为你能不能拿到好的项目，进入好的标的股东序列，往往依靠关系资源加上背景信用。
而另外一类呢是二级市场，比如说公募基金呀、私募证券呀，包括股票啊、债券呀、量化等等。这一大类呢，基本上是以能力型为主，因为资产配置、策略模型、行业研究组合管理，基本上全靠个人的能力说话。那刚才提到的一级市场里的资源型的岗位，比如说拿项目谈 deal、搞定老板这类资源型的角色，常常见于投资合伙人业务开发负责人或者是背后有天龙人资源的董事长办公室特别助理等等。他们的价值体现在能搞定某些大型的企业的拆分项目，能够内推某些政府类引导基金的出资，或者能进到别人进不去的关系标的。那他们的背景一般得是家族资源、政府背景、体制内的信用或者是红顶资本。所以说一级市场基本上是看得见拼爹的地方。但是在一级市场里面呢，也有很多能力型的岗位，比如说做尽调、建模型、写投决材料、投后管理。典型的岗位，比如说投资经理、搞财务的、法务的、行业的专家、投后管理的。那这些岗呢，要求你要不然会看财报、拆模型、行业研判、企业估值、撰写投委会的建议书，或者投后阶段呢，协助被投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这些岗位呢，基本上是不靠资源的，全靠知识结构和经验的积累。而在另外一类的金融二级市场，绝大部分岗都是能力导向，比如说公募基金里的基金经理研究员私募证券里的交易员研究员量化基金的模型工程师阿尔法策略研究员数据科学家等等。这些岗的核心评价标准就是你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策略是有逻辑的，有没有风控的能力。没有人会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大家只关心你这个策略的 Sharpe 比是多少，回撤多大，跑没跑赢指数。所以呢，资产管理行业其实也很分裂一边是光鲜亮丽的项目合伙人，在政府的酒会、产业高层当中穿梭；另外一边呢是埋头苦干的策略分析师、尽调人员、研究员。可以说两边都要人，但是普通人真正能走出来的，往往是后者那条靠本事赢得信任的路径。所以呢，你说的对，对于一个想靠实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量化投资确实作为最公平、最进步、最看硬实力的金融板块。它的未来呢，不仅是投资的趋势，更是普通人可以下注的赛道之一。那你可能还会追问像量化投资这样的领域，未来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已经被大厂、老玩家、机构给瓜分掉了？我的看法是，量化的未来不仅不是被瓜分完毕，而是刚刚开始。普通人要做的只不过是避开高频加拼系统的红海，找到自己的策略小蓝海。为什么说量化投资的未来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呢？首先就是全球现在是数据爆炸的时代，策略机会更加多样。以前大家建模的因子可能只有市盈率、换手率、ROE 这些基础因子。但是现在呢，社交数据、卫星图像、电商销售，甚至自然语言处理生成的情绪因子，都可能成为你策略的一部分。而且数据的维度越多，逻辑越复杂，就越难被复制，也就越有机会。第二就是中国市场刚刚进入量化 2.0 阶段，第一代量化可以说是纯统计套利、量价因子。第二代量化呢，开始引入了多资产配置、宏观建模、情绪识别，还有大量的新的策略、细分资产，跨市场的机会尚未被完全挖掘。而且呢，国内市场还没有走到美国那种因子严重拥挤的极限。第三个原因就是技术工具现在越来越平民化了。你像现在米框、巨宽、天晴等平台还提供了大量的开源接口，数据算力工具门槛都在下降。所以我建议普通人如果想进入金融行业，现在呢别挤破头去抢投行的门票，可以默默去深耕量化研究这条智力赛道。在金融行业里，可以说量化是最像计算机科学的板块。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就是幻方量化的创始人，他就是从量化交易出身的。他的家庭背景也很普通，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他不是靠资源入行的，而是靠技术和早期对机器学习加金融数据的探索，实现了人生的翻盘。在美国也有好多草根逆袭的量化投资代表大咖，所以说量化投资呢是普通人能用代码击败天龙人信任的稀缺领域，不用拼爹，不用拼酒，只拼模型、算力和耐心。讲了这么多的岗位、赛道、模型和趋势，其实我更想说一件事儿：选择职业别太在意别人怎么看，
因为你会发现，有人觉得金融是金光闪闪，但是你做进去才知道啊，996加班是标配，打电话到半夜并不稀奇。有人觉得基金经理很风光，但他们其实天天盯盘，压力巨大，成绩差几个月可能会被换掉。总会有人不理解你为什么不考公、不考研、不考编，觉得你不稳定。但是问题是，别人眼中的好工作，你真正做了可能觉得是地狱；别人不理解的选择，可能正是你如鱼得水的起点。你想想，自己每天睁开眼，是想像巴菲特一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呢，还是上班如上坟般的痛苦呢？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朋友圈别人的点赞，也不用去做别人家眼中的孩子，而是你自己能不能撑下去的每天24小时。所以呢，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喜欢研究，那就去做研究员；喜欢建模，就去做量化；喜欢和人打交道，可以去做销售。不要为了别人说什么是趋势，哪个赛道热，就逼自己去走一条自己根本不适合的路。热点不是方向，适配才最重要。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远比一条拥挤的高速更值得走。毕竟啊，人生100年，短短3万多天。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自己开心就好。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